大家好，我给大家解读一下习近平为什么去天津。蒋超良为金融系统出身，曾经为湖北的省委书记，一度是接掌央行的大热门。后来因为武汉疫情被拿下，但是接任湖北省长的王忠林是王岐山派系的郭树清在山东一手提拔起来的，算是用王岐山派系的湖北省长换了一个湖北省委书记。习近平为什么去天津呢？是不是要通过王岐山向华尔街求饶呢？我们先看一下天津历任的市委书记，张高丽是江派的，孙春兰是团派的，然后是黄兴国、李鸿忠、陈敏尔。李鸿忠是江派的，这个没有争议。黄兴国呢，早前有评论认为说是黄兴国属于习近平的人，有些猜测甚至相信他在19大有机会进入政治局。但是在黄兴国被抓之后，又有评论，这就是事后诸葛亮了。黄兴国说，黄兴国与习近平在浙江工作交集的时间只有1年，难以建立深厚的关系。更有分析指，黄兴国其实是江泽民的人。香港明报的指出，如果以工作交集时间长短来分析，黄兴国应该是与曾经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关系更密切。其实张德江到底是江派的还是团派的，还可以再商榷。因为张德江会说朝鲜语、韩语。最早张德江是陪胡耀邦和邓小平访问朝鲜的。张德江是邓小平访问朝鲜路过延边的时候，点名提拔的。而胡锦涛也是邓小平提拔的。我们不去讨论这个张德江到底是江派呢，还是邓小平派系的，也就是团派的。这里我们就把张德江当作是江派来讨论。那张德江还有一个身份呢，他就是吉林帮的老大。吉林呢就在延边呢就在吉林，王岐山偏偏和吉林帮他不对付，也就是和张德江他不对付。2014年3月13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两会期间制止吉林省委书记王如林念稿，批评他形式主义。而2016年9月10日，王岐山就把黄兴国抓了。那王如林和黄兴国都是吉林帮，都是张德江的人。黄兴国被抓的时候呢，是天津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一肩挑，担任市长长达8年8个月，代理市委书记呢是1年8个月。黄兴国被抓之后呢，王岐山他也没有拿到天津市委书记的位子，而是江派的李鸿忠接替黄兴国担任天津的市委书记。但是换上来的天津市长王东峰是王岐山的人，也就是王岐山抢了一个天津市长的位子。王东峰呢担任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副局长，他期间主管工商总局的副总理就是王岐山。2012年11月14日，王东峰成为中共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而中纪委书记就是王岐山。那从此天津市长的位子一直就是王岐山的，也就是说历任的天津市长王东峰、张国清、廖国勋、张公这4个人都是王岐山的人。那张公和王东峰一样，都是在工商总局任职。张公接替的肖亚庆担任工商总局局长，那肖亚庆就是张德江的大秘，也就是说王岐山和张德江他就杠上了。那张国清和王岐山呢，2010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安哥拉期间，时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国清与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而2012年7月13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张国清的陪同下，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武汉重型机床有限公司视察。2011年6月17日，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在胡春华、张国清等人的陪同下，到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视察。2012年1月2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张国清的陪同下，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视察。然后就是廖国勋。首先廖国勋是在贵州时是
栗战书的人。那栗战书和王岐山呢？王岐山被郭文贵爆料的时候，王岐山派公安部的纪委书记刘延平和公安部副部长兼一局的局长孙立军去纽约找郭文贵。刘延平是公安部的纪委书记，他的上级就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栗战书孙立军的上级他也是栗战书。廖国勋在上海的时候呢，上海的市委书记是韩正和李强。那2012年12月，廖国勋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当时的中纪委书记是王岐山。张公呢，2007年3月，张公任北京市发改委的党组书记主任。当时的北京市长是王岐山。那对于市委书记和省委书记来说，亲信第一是秘书长，第二是组织部长。对于市长和省长来说，亲信第一是秘书长，第二是发改委主任。也就是说，历任天津市长王东峰、张国清、廖国勋、张公都是王岐山的人。那要搞廖国勋的人呢，正是江派的李鸿忠，而抓廖国勋的人呢，正是中纪委书记赵乐际。赵乐际是江派最后的王。那李鸿忠和赵乐际都是江派的嘛，他说江派要搞王岐山，要搞廖国勋。前任的中纪委书记是王岐山，他得到消息之后呢，他毕竟在中纪委有很多人嘛，他就通知廖国勋说：“你自我了断吧。”据称呢，当时消息是说廖国勋自我了断的原因呢，是因为被大量举报与天津2家医疗核酸检测机构有利益输送的关系，还点了这2家公司的名字：天津康希诺和天津久安医疗。久安医疗呢，与美国陆军合约管理部签订了价值 17.75 亿的采购合同，大约合人民币是110亿。现在合同金额他已经拿到手了。那久安医疗为什么能够拿到美国陆军17亿美元的订单呢？那不就是靠着王岐山吗？没有了王岐山，他什么也没有。2024年1月18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财长华平集团主席盖特纳。那2010年4月8日，胡锦涛主席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北京会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别代表、财政部长盖特纳，这都是王岐山的老关系。2009年7月30日，王岐山访问美国，在当天宴请中方代表团的晚宴上，王岐山脱稿演讲。在谈到盖特纳这个中国通1981年起就在中国学习时，他说他想起了盖特纳的老父亲彼得·盖特纳，当年他是福特基金会驻华的首席代表。王岐山曾经帮助他申请过基金，工作上发生了联系。话锋一转，王岐山说：“按中国人的话说，我和老盖特纳有交情，那么今天的小盖特纳就得叫我叔叔或者伯伯。”那当年王岐山认盖特纳为侄子的视频，这是王岐山亲口说的。那奥巴马的财政部长盖特纳现在是华平集团的主席，华平集团在中国的医疗业有大量的投资，那就包括久安医疗。那久安医疗是怎么拿到美国陆军的订单呢？那就是通过王岐山，通过盖特纳。那2024年1月20日上午，天开久安海河海棠科创母基金签约发布活动在天开高教科创园举行，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公出席并讲话。活动现场，天开集团、海河产业基金、天津大学、北洋教育发展基金会、久安医疗出现了，北洋海棠基金共同签约，成立了天开久安海河海棠科创50亿母基金，部分天开园入驻企业与投资机构签约。那天津市的公费投资，王旭是教育工委书记，是天津市委常委，朱鹏是副市长，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校长金东涵，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那首先
廖国勋传闻与天津2家医疗机构核酸检测公司有利益输送的关系，天津久安医疗。那结果呢，接替廖国勋担任天津市长的张公，他也和久安医疗做起生意了。你说巧不巧？因为廖国勋和张公都是王岐山的白手套。那还巧吗？还有更巧的呢。2023年11月29日，天津市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决定免去孟庆松的天津市政府秘书长职务，任命胡学明为天津人民政府秘书长。那廖国勋自我了断的时候呢，传闻说秘书也跟着他走了。但是呢，廖国勋的大秘孟庆松他一直担任天津市政府秘书长，他服务了4任天津市长，王东峰、张国清、廖国勋、张公。那这4任的天津市长都是王岐山的人马。那新的天津市政府的秘书长胡学明呢，是山东菏泽人，是彭丽媛的老乡。那彭丽媛也出现了。那久安医疗说白了就是天津大学的校办企业，那可以粗略的这样说吧。那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那之前他也在天津的多所大学担任管理职务。那我们说到大学了，就说一下天津大学的党委书记杨贤金，他就是跟张公参加这个活动嘛，就是一块投资。杨贤金以前是福建省的组织部长，那现在的云南省委书记王宁也曾经是福建省的组织部长，就是福建省的2个组织部长。2023年5月10日，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一行。那2023年10月23日，天津大学与海南人民政府在海口签署合作协议，海南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校党委书记杨贤金、校长金东涵见证签约。海南、海航，这不都是王岐山的吗？1993年10月，冯飞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工作。那1982年到1988年，王岐山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副局级、正局级研究员什么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差2个字儿，农村，那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那名字挺相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80年代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等几家机构合并而成的，就还是一家机构嘛。王岐山曾经担任过海南省委书记。那现任海南的省委书记冯飞以前是和王岐山都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那现在的海南省长刘晓明也是王岐山担任北京市长期间从北京市交通委的副主任提拔成主任。刘晓明后来担任交通部的副部长，而张德江担任副总理的时候主管的是交通部，那不是王岐山主管那又是张德江和王岐山之间的瓜葛，2个人在互掐。那王岐山还有好多可以说的，那他和美国勾结的事情可以单独的再说一期，还有光伏产业也可以单独的说一期。最后再说一个八卦，范冰冰。那我一直以为就是一个节目效果，那毕竟是国贸1808的小视频，那大家谁也没看见但是呢，郭宁宁真的是王岐山的人怎么就那么巧呢？一个叫冰冰，一个叫宁宁。这个王岐山是什么品位啊？郭宁宁是金融副省长这一波提拔上来的，王岐山恰恰就是金融帮一个派系的老大。2016年8月2日，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郭宁宁去纽约分行视察指导工作。那指导什么工作呢？是指导刘延平还是指导孙立军呢？2017年5月24日，刘延平和孙立军去纽约见郭文贵。那2014年5月至2016年4月，郭宁宁任中国银行
新加坡分行的行长。那2023年3月23日，新加坡通商中国主席李义贤亲口说，郭宁宁省长是我们的老朋友。那我们是谁啊？门就是王岐山。2009年12月1日，中国科技部曹建林副部长陪同王岐山副总理访问新加坡，并参加双边会议。会议结束之后，曹建林副部长和新加坡贸工部政务部长李义贤在两国副总理的见证下，签订了关于科技合作项目知识产权指导原则的谅解备忘录。老朋友嘛。好的，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